Hello， 我是米兰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我正式拿到马来西亚的驾照啦，这是我的 P 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样子。那现在我就可以拥有马来西亚的驾照，然后在这边合法的开车了。这个是我的 P license， 然后呢实习期为期2年的实习就可以换正式的 license 了。那从报名到拿到这个驾照，我前后用了1个月的时间，那可以说是以最快的速度 one take 搞定了。那其实，在马来西亚这边学驾照非常的简单，完全是不用考虑包的问题。而且呢，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话，其实和本地人考这个流程是一样的。那今天这期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车和考车的一些经验。这期非常有用，你们要记得收藏和点赞哦。那大家知道，在马来西亚，如果呢你没有驾照，不会驾车就非常的不方便，这个寸步难行。所以呢，在这边有一个驾照是非常重要的。那在马来西亚，你只要满17岁的公民就可以去申请报名考试。那我去驾校的时候，周围都是一些17、18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我就属于老阿姨那个级别的，然后也不敢过多的去暴露自己的年龄。那在马来西亚考车的流程呢，也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差不多。首先呢，你要报名，找一个驾校报名，然后呢是 KPP01，也就是说理论课。上完理论课之后，你才可以去报名考理论考试，这个是上机考。考完之后呢，你会获得一个 L 牌，获得 L 牌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 KPP2 和 KPP3 的这个路上的训练。一个呢是在这个驾校里面有6项的考核，还有一个是去外面的上路考试。如果你这个训练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申请试考。试考完了之后，如果通过，就可以预约正式的 GPG 考试了。那 GPG 呢是这边的陆路交通局，它是负责给你颁发考证，然后呢负责监督你考试的。这一切都过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P 牌喽。这个 P 牌是一个叫做实习期，为期2年。如果这2年之内呢你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换正式的驾照了。那马来西亚的驾照其实还是很有用的，在大多数的叫左舵驾驶国家呀，像欧洲的这些国家，然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它都是可以驾驶的，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我就按这个步骤来很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第一步是报名。那报名刚才我讲过了，不是去 GPG 报名， GPG 只是你考试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报名要去找一个驾校，那你去找家附近的一个离你比较方便的驾校就可以了。我的驾校呢是在网上自己随便找的，我不是很推荐，因为在马来西亚这边我没有找到就是像我在中国考试那样很连锁大型的，像东方时尚这样的驾校，这边都是比较个人私人化的这种小驾校吧，多一些。然后呢，你找一个你觉得地理位置合适，然后价格合理的，其实都大同小异了，差不多，然后就可以去学车了。这边学车呢有2种，一个是 D 就是我们讲的 manual 手动挡，还有一个是 DA 就是自动挡。那我之前学的驾照是手动挡，但是学驾照10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所以这次为了节省时间，赶快拿一个马来西亚的驾照，我就直接报了自动挡。自动挡呢，它的学起来会比较简单一些，然后上手也会比较方便，但是就是价格会稍微的贵一些。OK， 如果你报名成功了之后，第2步就是 KPP1， 就是理论的上课。理论上课呢，理论上讲是6个小时，也就是说1整天的时间。我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下午3、4点这样子，中午呢有一个午休的时间，然后上1整天的课，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理论课给过了。它要打指纹的，所以一定要本人亲自的去。你可以选择马来语或者是英语，然后我选择的是英语课。我们班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华人，如果是马来人的话，他们就会去上马来课。然后上课的时候呢，会给你发一个课本，这个课本也是分马来课本或者是英文课本。那其实他给你发这个课本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主要还是靠后期在网上练这个题，或者是你下载一个 app。这个呢，我现在会给大家介绍。我用的网站呢是叫做 GPG Link 这个网站，它的系统做的还蛮好的，页面就很简单清晰那种。然后呢，有中英马3语可以选择练习，总共是500道题。然后它有交通规则题啊，还有那种路标题等等的。前面几道呢是这个测色盲题，后面就是3选1这种选择题。那色盲题就是你一定要做对了，这个是不可以有错的。因为如果你是色盲的话，你上路就是很危险啊。
那这个题目呢，我们不光是看就 OK 了，一定要理解，一定要理解它，然后这样才能是真正的去把这个知识消化给你。你正常的呢把这些题给看过，然后呢做过，如果正确率很高的话，然后你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去报名考试了。我当时是周日去上的课，然后我隔周的这个周一，就是过了1天的时间，我去报名考试了。我觉得还是很容易的，因为那些题都是一些很常识的题，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去记住这些题。那如果呢，你没有这个网站，也不用担心，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 就手机上有很多这种的。叫做 KPP 考题的这种 app， 你可以去背题。这样的话呢，你随时在路上也可以去温习这些题。它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比较推荐的一个 app 呢是叫做 KPP Test Malaysia， 然后这个 app 呢，它可以让你读题、刷题，然后会把你错误的题记录起来，然后打星星，这样的话就可以巩固你的记忆。当你把所有这些题呢都巩固好之后，你就可以到任意一个这个 MYEG 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申请你这个考试，就是上机考试。到那边呢，你就先进来去排队取号，然后现场给你拍一个照片，你交10马币就可以等待去进这个机房考试了。这个房间，大家看，这就是我上机考试的房间。那考试的过程中呢，你可以选择马来文或者是英文2种语言，一共是50道题，只要你答对42道题以上就算过了，所以还是很容易的。而且它都是3选1的题哦，就是放平心态，我差不多是10分钟就考完了。考完之后呢，他当场就会给你出一个 Lulus 的，就是证明你过了的一个单据。拿这个单据之后，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也就是我们说的第3步，就是可以进行 KPP 02和03的这个训练了。然后这个学车时间，官方是规定要10个小时，因为你要打指纹，有这个记录的。当然，根据你个人的这个会开车情况，因人而异啊。有的人之前会开，比如像我会开的话，我就学了，就去了1整天，然后去打卡，然后教练帮我讲了一下该就是走哪条路，然后有什么规则就 OK 了。如果你对自己的技术不太满意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教练再去多帮你去预约一些课程，然后多去练习一下。如果呢这些练习你觉得 OK 了，就可以预约试考了。试考呢也是在你这个考场里面，会有他这个驾校的考官，然后来模拟考试。模拟考试也是就是里面的6项，然后外面就是出去上路。如果都 OK 的话，他就会预约帮你进行正式的这个 GPG 考试。因为这个考试还是比较满的，我之前预约了好几个月之后都没有预约到，然后后来赶上 MCO 嘛，3月份这个第1天就被我预约到了，然后就赶快报名。我其实拿到 L 牌就想考试，但是说拿到 L 牌必须要等到1个月以后，最少1个月以后才能进行这个路考，所以就只能等1个月以后啦。考试的当天呢，我是大早上8点就去排队了。排队的话，它是8点半才开始，9点才开始考试。之前会给你讲一些注意事项，所以最好呢去早到，然后排到前面的号会比较好。记得当天呢要穿这个带领子的衣服，然后是长裤，然后是包鞋。那第1项考试呢叫做 RPK 就是说你要绕车1周，顺时针绕车1周，去讲一下车的这个各方面的零件，然后去检查车有没有问题。之后呢，他会让你进到车里面去讲车里面这些指示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signal 之类的，看你能不能理解。当然，其实这个的话就比较走马观花了，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可能比较松吧，是2个人1辆车，然后我们8个人同时在说，然后叽里呱啦，其实他也听不懂什么，而且他也不会说一个一个指着你说伊尼是什么，伊尼亚巴，就大家说完了，他就问你说完了吗？你就说完了 OK 了，然后这项就过了，其实非常容易。之前考试的时候，有的小伙伴就很担心，在边上很紧张，其实不用的。其实呢，你只要讲满65%到80%以上就是能过的。当你这项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排队进行第2项的考试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在考场内的6项考试。叫做 Bahagian Dalam， 它就是考验你的这个驾驶技术。如果你是 auto 车的话就有6项，如果你是 manual 车的话就是5项。那第1个呢就是上坡，我们叫做 Naik Bukit，然后就开始考 parking， 然后是3点这个倒车之后，如果你是自动挡的话，有个 ramp， 就是上去然后停下来，然后移动那个杆子，然后再下去，然后再倒退回来，只要不碰到杆子就 OK 了。然后最后呢是 S 型和 Z 型，出来之后第2项就算考完了。刚开始考的时候，虽然我会驾车，但是还是有些紧张，因为怎么讲，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也不会讲马来语，我怕有一些指令我没有懂，或者是
他让我去的道路，然后我会去错道。但事实证明，考官还是很 nice 的。就他之前跟我讲，他说让我去安纳姆，然后我自己一紧张，我听错了，然后我就去到4号了。然后那个考官就跟我讲，哎呀，你去错了。我说，哎呀，怎么办？他说没事，你就在这等住就好了。然后就他们还都是挺 nice 的，而且其实考官也没有那么严格啦，就是没有像教练讲的那么严格，说只要你稍微做错一点点，他就会让你下车。走 S 型和 Z 型的那边，就那边我的经历啊是完全没有考官了。然后我就说要不要走，要不要听指示。然后我跟他招手也没人理我，然后我自己就开出去了。开出去之后就过了，这项就非常简单。然后在我周围的小伙伴们也都过了。之后就是要等最后一项就是上路考试。上路考试的话呢是有2条路，一般是有2条路，栅栏 A 栅栏 B。然后你在考车的时候上车的时候教官会跟你讲去哪条路，你就去哪条路好了。然后我不会讲马来语嘛，上车的时候就跟教官打招呼啦，就是说那个Cikgu pagi 就是老师早上好。然后他说，哎，说你会讲马来语啊？我就说 Sikit 我会讲一点。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然后他在跟我讲，然后我就听不懂了，我就说听不懂，他说没关系。然后人就很 nice， 一路上就跟我有说有笑聊天。虽然我的马来语很烂了，但是还能是跟他交流一路，就蛮开心的。回来之后呢就过了之后他就会给你印2个章，就是 Lulus 就是通过。你拿着这个他的通过卡，然后还有你的这个 L lesson，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啦。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最后一个上路考试的时候呢，上车你要礼貌一点，态度要好一点，然后呢去跟他礼貌的打招呼。之后呢就是要去调整那个镜子呀，调整这个座椅方向盘，然后就跟他讲，然后我要系好安全带啊什么的，然后听他的指示，他就可以走了，你再可以去开出去。那这些项目呢，其实每个考场它的情况不一样，那 tips 还有教练教你的这个方法也不一样。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死记硬背，一定要去理解的基础上。就如果你死记硬背的话，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有可能很紧张，你就忘了要对住哪个点呀，然后比如反光镜要对住这个杆呀，或者对住那棵树啊，你就会很容易叫做手忙脚乱。最好呢是要在理解基础上，要了解它这个倒车呀，或者是上下坡的原理，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万无一失了。那以上呢就是我在马来西亚这边的学车考车经验。当你拿到3个 Lulus 之后呢，就可以拿着你的通过卡和 L lesson 去你附近的 GPG 申请为期2年的 P lesson 啦。希望呢可以帮到你们。那至于大家问的就是包不包的这个问题啊，我是来马来西亚才发现有这种包文化。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包的。但是我在考车的过程中问了周围一圈的人，他们都是包的。包括我学车的时候，教练也是威逼利诱啊，告诉我一定要包，尤其是华人，然后不拉不拉不拉的讲一堆，就是你要不包，你即使会驾车也不会过，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很严格，鸡蛋里挑骨头，就一直在跟我讲。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回事，也可能是我赶上的驾校好，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稍微用点心，然后去把这个去驾好，就不用去包了。包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如自己来的好，毕竟这个开车你是要自己学会，然后自己去开的嘛，对吧？那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即使呢你考过了拿到了 P 牌，这个也不是结束啊，是一个刚刚开始。那现在呢你就可以正式的上路了。作为一个新手，一定要慢慢驾驶，安全驾驶。那随时呢要保持这个警惕开车的意识。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轻松的考过，然后安全的上路。好啦，这就是我这期的分享。如果帮到你们的话，欢迎点赞给我，然后分享出去。我们下期见喽，拜拜。